这次气球事件在美国几乎是可以说绝对会超过日本珍珠岛袭击美国的结果，一定会的。对美国的整个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震撼，扔10个核导弹，它最终是结果跟你打仗，打完仗拉球岛，那个是一个战争火战啊，那叫战争，就是咱俩已经分清楚了，你和我之间是敌人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家，那样的结果对中国人是个祸害，因为那样的事情会把所有的仇恨全弄到中国去，中国人民去，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啊。但是就像当年珍珠岛袭击这个美国一样，美国当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日本人，包括你带日本血统的，我也制裁你啊。那死的人那惨状，你光看到这个美国炸这个日本的长岛，那炸日本的那几个核武器了，你没看到当时日侨在世界上遭受的迫害啊，惨不忍睹啊，没人去研究这个。那么这对我们是好事，他这个气球一来，对待气球的表达一下子就你刚才你看到那个前面小视频，索罗斯、基辛格、高盛、摩根、洛克菲勒多少家族钱在中国，还有那些所谓的美国最亲华的，你很难想象，最亲华的不是白宫，最亲华的是美国军队。我给你们讲过，我跟 CIA 的高官坐在那儿谈，我说这些事情，人家说 Miles， 我们是不可能去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在那儿符合我们美国人的利益而且我认为你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是很疯狂的，是不可能的，而且美国人也不会跟你一起消灭共产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今天你来之前我就知道了，你卖了一个软件卖给中国3000多万美元是真是假？他当时脸就傻了我说我们从来没指望你美国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只想让你停止支持中国共产党，只要你停止经济、科技、军事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就会消灭共产党，而且非常的快。他说不可能。我旁边坐着仨人，一个是美国某个基金的老大就是索罗斯的总裁 CEO。 第2号人物是一个年轻版的索罗斯，我不能告诉你们名字。第3个人物就是那个德州那个哈根巴斯，我们在一起。他说美国在经济上要想撤回在中国的投资，美国经济得打对折，世界经济要崩塌，供应链要崩塌，美国是要出大事的，甚至是革命。2017年18年，这是17年底18年，兄弟姐妹们，这个气球发出了多少人能解释清？你见全中国全世界的中国社交媒体有一个人放过一句有味道的屁吗？阴森、虚伪、一本正经的扯淡，一本正经的自己绝对相信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是大咖，然后用一个绝对的所谓绅士的、专业的、中立的立场来洗中国人的脑，向世界一执着的、一如既往的、绝不妥协的传递有毒的思想和共产党的错误的信息，伤害全世界人民。那就是什么？错误的解读。真正的气球带来了什么？在世界上让美国人真正的知道，哇塞哇塞哇塞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摧毁美国
而且到美国家里摧毁美国，而且完全不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你不觉得在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已经扯淡了吗？共产党玩了一个是什么？超出链之外的天空之链。不是你到我家打我，我有能力反击；也不是你没办法上，你一旦进了我国土，我能把你打回去啊！也不是说我能到你家门口打你，或者说我也能伤害你，完全错了。共产党这一招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牛的啊！而且七哥喊了这么多年，这个就是告我上你家去打你。我几乎可以没有成本的打你，我人都不用气，我想啥时候打就啥时候打，我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我打完跟世界上的战争无非是3个嘛。第一个，我能到什么地方能歼灭你；第二，我去的人我能尽可能的保存实力，活着回来；第三个，前2条达不到的时候，我有供给机制，我继续打你，我继续能保留回来。日本珍珠岛是我去了就不回来了，我就跟你同归于尽了。结果是它只有1波，没有2波，没有3波。还有再牛的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打的什么？电子战、通讯战。最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世纪，远距离的控制的然后是供给战，就是后边的供给。你看看打萨达姆之前，大量的排兵布阵，所有的供给。整个霍斯姆海峡，整个中东60%的供应链，船货运输全给美军包了。然后美军有什么150、大力神，呱呱呱的全去了。那种战争那是毁灭性的。你想打你一个小伊拉克，是吧？那就像七哥要去跟斯诺开战一样，打斯诺以前，我得放在那儿棒球棍，是吧？手枪、机枪，你觉得斯诺他能跑得了吗？但是这回中共厉害了，我人不用去，我在天上，我可以发100万个、1000万个，你打我你死，你不打我你死。那个气球上，第一个我来个电子干扰，第二我给你来点生化武器，第三这球有假球有真球。那你想想，你有多少弹能打完呢？他拿3000块钱、5000块钱、1万美金换你那个40万、100万美金的导弹，战斧导弹、什么眼镜蛇导弹，来吧，是吧？而且中国不用都在中国放，什么古巴、委内瑞拉，是吧？巴哈马，对不对呀？甚至在加拿大某些地方，哗啦哗啦就来了，你能解决得了吗？这是你美国的什么你看美国最强大的后勤供给系统、电子战系统、通讯战系统、战斗机系统，一切归零啊！